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美国最穷的10座城市。这些城市曾经繁华一时，是美国经济的心脏与引擎。然而岁月流转，它们如今却凋敝破败，仿佛一座座现代的鬼城。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为何还会出现如此没落的都市？这些城市经历了怎样的兴衰沉浮？让我们深入探讨这10个曾经辉煌如今没落的城市故事。从工业时代的繁荣到人口外流、产业崩解、经济衰退，每个城市的经历既独特又发人深省。在这场旅程中，我们将看到经济转型、政策决策、种族与社会动荡等多种因素如何交织，将繁华都会一步步推向贫困深渊。是谁夺走了他们的荣光？为什么曾经的荣景不在？希望通过这些故事，我们不仅能了解美国城市的另一面，也能对城市兴衰的原因有更深入的认识。10. 皮彻镇 Picker， 奥克拉荷马州，在美国中部有一座如今完全被废弃的小镇皮彻。或许严格说它不是城市，但它的故事足以作为一个警示。皮彻镇曾经是一个熙攘繁忙的矿业小镇，兴盛于资源，毁灭于资源。20世纪初，这里发现了丰富的铅合金矿脉，矿工蜂拥而至，带来了繁荣。学校、商店一应俱全。鼎盛时期的皮彻在20年代人口数以千计，街道上满是矿工和他们的家庭，灯红酒绿，白天黑夜机器轰鸣，矿石源源不绝地产出，支撑着当地和全国的工业需求。然而，大地给了皮彻财富，也埋下了毁灭的种子。数十年的地下开采在小镇周围堆起了巨大的尾矿沙山，犹如灰色沙丘环绕城镇。地下坑道纵横交错，逐渐侵蚀地基。随着矿场日渐枯竭，环境灾难开始浮现，土壤和地下水备铅等重金属严重污染，儿童的血液含铅量惊人的偏高，健康受到严重威胁。更可怕的是，大地开始反噬，地面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塌陷坑洞，房屋随时可能陷落。小镇居民仿佛生活在一个随时坍塌的陷阱上。雪上加霜的是，2008年一场猛烈的龙卷风直接摧毁了皮彻镇大部分已有的建筑。对于这个已经环境灾难缠身的社区而言，龙卷风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联邦政府最终宣布这里不适合人类居住，展开居民撤离与收购计划。居民们含泪离开祖辈生活的家园，曾经的街道从此人去楼空。直到2013年，皮彻的市政府被正式撤销，地图上抹去了一座城镇。如今的皮彻镇完全荒废，止于残垣断壁和触目惊心的有毒废渣堆，一片死寂。这个从繁荣走向灭亡的极端案例，提醒着人们，经济发展若罔顾环境与长远后果，终将自食恶果。皮彻的命运既是美国历史上资源开采繁荣的余烬，也是对未来的一个警示。9. 开罗市 Cairo， 伊利诺伊州，在美国内陆的2大河流密西西比河与俄亥俄河的交汇处，坐落着一座名为开罗的小城市。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开罗曾被寄予厚望，有小芝加哥的称号。南北战争期间，这里是联邦军的重要补给基地。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密西西比河的河运贸易更是让开罗热闹非凡。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河船在码头穿梭，商业繁盛，优雅的砖砌建筑林立街头，城市人口节节攀升，一度达到约15000人，对当地而言已是顶峰。当时的人们或许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座河运明珠有一天会沦落为几乎空无一人的鬼城。开罗的衰败首先源自大环境的改变。20世纪中叶，铁路和公路运输兴起，传统的内河航运不再独占运输要道，开罗失去了交通枢纽的地位，大量商业机会流向他处。经济逐渐不景气之际，社会动荡又接踵而至。在19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各地民权运动高涨，而在开罗长期累积的种族紧张终于爆发。当地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种族冲突和暴力对抗事件，非裔与白人社区彼此对立，大批居民不论白人还是黑人，纷纷逃离这座动荡不安的小城，寻找更安全的新生活。白人逃离和黑人外移
导致开罗的人口急剧下滑。除此之外，开罗地处两河交界的低洼地带，常年面临洪水威胁，防洪坝与堤防压力巨大，政府对维护基础设施却捉襟见肘，经济不好，就业机会稀少，更让剩余的居民逐渐搬离，人口一走了之，税收枯竭，恶性循环之下，城市服务无以为继。时至今日，开罗已经不足2000人，街道两旁尽是破败的空屋和年久失修的华丽建筑遗迹，恍若时光静止在数十年前。市中心的商业区大半空置，曾经的旅馆、剧院只剩斑驳外墙，上面爬满藤蔓。市政当局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的治安和清洁，漫步其中，仿佛置身一座露天博物馆。昔日的荣景隐约可见，但周遭的寂静与荒芜令人不胜唏嘘。开罗的故事告诉我们，区位优势与繁华并非永恒，经济潮流的转向、种族关系的恶化，再加上天灾隐患，都足以将一座城市推向没落。这座河口小城的兴衰，仿佛一出历史剧在眼前上演，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8. 杨斯敦 Youngstown 俄亥俄州。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美国传统的铁锈地带腹地俄亥俄州的杨斯敦。一提到杨斯敦，老一辈的美国人或许会联想到繁忙的钢铁厂景象、火花四溅的高炉、昼夜不停的轧钢机，以及下班后拥挤的酒吧街景。杨斯敦曾是美国钢铁产业的一座重镇城市，钢铁造就了它的辉煌。20世纪中叶，这里的钢铁厂为美国的汽车、建筑等行业源源不断地提供钢材。当时，全城有数万名工人在钢厂领取高薪，带动了当地其他行业蓬勃发展，城市人口随之水涨船高，在1960年代超过了17万人。杨斯敦市区遍布着充满生机的蓝领社区，学校、商店、剧院应有尽有，一派繁华景象。然而，杨斯敦的命运与钢铁紧紧相系，成也钢铁，败也钢铁。1970年代后期，美国钢铁业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国际竞争加剧，来自日本、欧洲的廉价钢材涌入市场，同时自动化改革也削减了人力需求。黑色星期一，这是一个当地人至今难以忘怀的日子。1977年9月19日，杨斯敦的巨头企业杨斯敦板管公司突然宣布关闭主要钢厂，瞬间让5000名工人失业。这消息如晴天霹雳，但灾难才刚开始。随后几年，杨斯敦地区的其他钢厂也陆续关闭，不到10年内，全城共流失了约5万个工作机会。对于一个中型城市来说，这无异于经济的大崩塌。工作没有了，大批家庭不得不迁走另谋生计，人口雪崩式减少，城市居民从70年代末的10多万一路跌破6万5千。人去楼空之后，留下的是大片荒废的住宅和冷清的街区。昔日热闹的商业中心陷入萧条，店铺接连关门，市政府税收也急剧下降，财政困难使城市难以提供足够的治安和公共服务，治安问题接踵而至，财富和秩序的双重流失形成恶性循环。曾经治安良好的工人社区开始出现空屋纵火、非法侵入住户等现象，犯罪率攀升，使得更多居民望而却步。面对颓势，杨斯敦并非没有努力过，市政府和社区团体尝试过种种振兴战略，例如招商引资、新产业、缩小城市规模、拆除成片、废弃房屋、美化环境、发展教育与医疗等非制造业部门。然而，成效相当有限。几十年过去了，杨斯敦仍只是一个往昔荣光的影子，钢铁城的外衣早已剥落，留下的是经济转型阵痛下累累的伤痕。即使在市区最繁华的地段，也能看到空荡荡的停车场和拔地而起却无人驻守的厂房残骸。在夜深人静时，整座城市显得异常寂静，仿佛沉睡在对往日的回忆之中。杨斯敦的兴衰告诉我们，一座城市过度依赖单一产业是多么危险。当产业消失时，城市也几乎被抽走了灵魂。7. 水牛城 Buffalo 纽约州。把目光转向美国的东北部，我们来到纽约州西部的布法罗，也就是俗称的水牛城。
水牛城这个外号可不是因为满街都是水牛，而是因为城市名 Buffalo 本意为野牛。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布法罗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它一度是美国工业和贸易的明星城市。早在1825年伊利运河全线通航时，布法罗作为运河西端终点，迅速崛起为连接五大湖与大西洋的重要港口。那时的布法罗拥有全世界最繁忙的谷物转运港口，大批粮食在此装船外运，码头上林立的谷仓储罐一度构成城市的天际线。随着铁路的发展，布法罗又成为全美仅次于芝加哥的第2大铁路枢纽。20世纪初，这里还出现了众多钢铁和制造业企业，带动就业和人口爆炸性增长。布法罗在1950年时，人口高达约58万，是当时美国排名前15的大城市，也是纽约州仅次于纽约市的第2大城。一时间，布法罗灯火辉煌，电气化程度领先，全美最早的电车系统之一就在此诞生。它还赢得了灯光之城的美誉。然而，布法罗的辉煌难以持续，一系列因素让这座城市逐渐失去光彩。首先，交通格局的改变对布法罗造成了沉重打击。1959年，圣罗伦斯海盗通航，远洋轮船可以直接从大西洋经海道进入五大湖港口，绕过了布法罗。原本依赖布法罗中转的货流骤减，港口和相关产业开始没落。此外，战后美国经济发生结构转型，南方和西部的新兴城市兴起，人口和资本向那些地区转移，北方的老工业城市普遍面临发展瓶颈，布法罗也不例外。曾经支撑城市经济的钢铁厂和制造企业，在70年代和80年代大量关闭。郊区化潮流让中产阶级搬离市区，市中心的人气和商业活动逐渐流失。布法罗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衰退与人口流失。1970年代是最艰难的时期之一，10年间城市人口净减少超过10万，这意味着无数家庭搬离，留下成片空置房屋。到2020年，布法罗的人口仅剩27万多，还不到巅峰时期的一半。市区的很多街区因居民减少而部分荒废，曾经繁华的商业街有许多店面关张或破败，社区里的学校关闭，杂草丛生的空地取代了原本紧密的住宅。经济上的困顿也导致家庭收入下降，贫困问题困扰着这座城市。在全美主要城市中，布法罗的贫困率名列前茅。尽管如此，水牛城并没有放弃。近年来，当地努力发展服务业和旅游业，利用自身的历史文化和紧邻尼加拉瀑布的地理优势来翻转颓势。市中心新建新体育馆，改造滨水区，公立大学的医疗校区扩张，这些都吸引了一些投资和年轻人回流。城市的人口下降趋势在最近几年有所趋缓，甚至出现些微增长的迹象。然而，整体而言，布法罗仍未恢复昔日元气。对于游客而言，布法罗既有繁华时代遗留的壮丽建筑与城市公园，也有大片沉寂的旧工业区。每当冬季大雪封城，万籁俱寂时，仿佛隐喻着这座城市漫长的沉眠。布法罗的故事表明，城市兴衰有其周期，就算曾经站在巅峰，也要时刻应对变局，否则一着不慎，满盘皆输。6. 坎登 Camden 新泽西州，在美国东岸繁华的都市圈内，与费城隔河相望的坎登市却是一个被繁华遗忘的角落。新泽西州的坎登曾经是工业时代的一颗明珠，也是上世纪中期典型的美国劳工阶级城市。20世纪上半叶，坎登以造船和制造业闻名，这里拥有全美最大的造船厂之一纽约造船公司，巅峰时期雇用了数万名工人，为二战时的美军建造战舰和商船。坎登也是家喻户晓的金宝汤 Campbell Soup 公司的总部所在地，浓汤罐头工厂每天热气腾腾，香气弥漫全城。此外， RCA、维克多等电子公司在此设厂，制造留声机和无线电设备。凭借这些多元的产业，坎登在1950年前后达到人口高峰，约有12万4千居民。那时的坎登社区稳定，街区里满是购物者和嬉戏的孩童，夜晚的剧院和餐馆灯火通明，活力四射。然而，坎登的好景也未能长久。
去工业化浪潮让这座城市蒙受重创。随着战后军工订单骤减，纽约造船厂在1967年关闭，几乎一夜之间让坎登失去了数千个高薪工作，其他工厂也陆续外迁或倒闭。制造业的没落令坎登元气大伤，就业机会锐减。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家庭搬离城市，迁往郊区，寻找更好的居住环境和学校，留下人口以低收入者为主。种族动荡和贫困问题互相交织。1970年代，坎登曾发生种族骚乱，加剧了白人居民的外流，人口从高峰开始一路下滑，如今仅剩约7万多人，而且大多属于低收入族群。在经济凋敝、人口流失的恶性循环下，坎登的市政财政也几近崩溃，基本公共服务无法充分维持，治安问题浮出水面。从20世纪末到2010年代初，坎登长期霸占全美最危险城市榜首，凶杀率、暴力犯罪率高得骇人听闻。破旧的街道上帮派横行，毒品交易猖獗，一些街区甚至连一家超市或银行都没有，居民生活极为不便。2012年，坎登的财政状况恶化到不得不裁撤当地警察局，将治安职责交由新组建的郡警察队伍接管。这在当时震惊全美，但也是别无他法的举措。好，在重组后的警方采取新策略，犯罪率逐渐有所下降，曾经阴霾密布的街头开始装上路灯与监控，安全情况略有起色。即便如此，坎登依然深陷贫困。截至近年，全市将近1/3的人口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家庭收入中位数不到全美平均值的1/3。废弃的工厂和荒凉的空地提醒着人们昔日工业帝国的倒塌。市中心临河处虽新建了一些办公楼和水族馆，试图吸引观光客和费城通勤族，但走进内城腹地，仍可看到大片老旧木板封窗的排屋。街上行人稀少，许多当地学子难以受到良好教育，陷入贫穷代际相传的困境。坎登就像繁华都会区中的一道伤疤，一边是河对岸现代化的费城天际线熠熠生辉，一边是自身却挣扎在经济泥淖与社会问题中。坎登的沉沦昭示着都市繁荣并非雨露均沾，哪怕置身繁华大都会圈，结构性经济转变和政策忽视也能让一座城镇陷入长久的黑暗。5. 东圣路易 East St. Louis， 伊利诺伊州横跨密西西比河，在圣路易市对岸的伊利诺伊州有一座如今声名狼藉的小城市东圣路易。名称里虽然带着圣路易，但它与对岸密苏里州那座更大的圣路易城命运天差地别。东圣路易曾经是一颗工业明珠，在20世纪初的美国中西部大放异彩。彼时，肉类加工、制造业和铁路枢纽是这座城市的命脉。大量屠宰场和包装厂让东圣路易成为重要的肉品生产中心，工厂日夜轰鸣，数以万计的蓝领工人在此劳动。当时，东圣路易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和薪资，吸引许多移民和外地人迁入，是典型的繁荣工人阶级城市。城市人口在1950年代达到顶峰约82000人，那时的市区街道热闹非凡，购物商厦林立，居民社区整洁而有序，让人难以想象未来的巨变。转折点悄然而至，产业衰退首先动摇了这座城市的基础。60年代以后，美国整体制造业下滑的趋势也袭击了东圣路易，当地的大型工厂陆续关闭或缩减规模，工作机会迅速消失，没有了就业支撑，中产家庭搬离，寻找新的出路。更不幸的是，东圣路易还经历了剧烈的种族与社会动荡。早在1917年，东圣路易曾爆发过骇人听闻的种族骚乱，大批非裔居民遭到攻击杀害，这事件在美国史上臭名昭著。而在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高潮之际，城市中的种族紧张再次升级。随着白人居民大规模外流，所谓的白人逃离，东圣路易逐渐成为一座以非裔人口为主的城市。但白人走后并未留下平等繁荣的乐园，反而是严重的经济隔离与政府功能失调。随着税基崩溃，市政府陷入财政困境，连基础设施维护和治安管理都顾不上。东圣路易开始走向恶性循环，企业不愿来投资，因为治安差、劳动力素质低，而没有企业和工作，
治安和教育更没有经费改善，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准每况愈下，一度甚至无法确保垃圾定期清运和路灯照明。到了21世纪初，东圣路易在全美贫困和犯罪排行榜上都名列前茅，成为最贫穷且最危险的代名词之一。城市人口骤减至不到2万，如今约有18000居民苦苦支撑，比全盛时代减少了3/4。走在东圣路易，有如进入一个被遗弃的都会丛林，整条街区都是废弃房屋，有的坍塌倾颓，有的被植物吞没。许多学校和商店早已停业，留守的居民大多生活困顿，失业率奇高，犯罪问题同样严重。每当夜幕降临，枪声时而响起，让人心惊胆战。东圣路易的没落不仅在于经济上的崩溃，也体现在社区的破碎和绝望情绪的蔓延。这里的居民往往感叹他们被主流社会遗忘。就在河对岸，圣路易市区仍有灯红酒绿的体育馆、博物馆和繁华商圈，而这一岸却像另一个世界。尽管伊利诺伊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多次提供纾困资金，试图改造基础设施，引入住宅开发，但成效有限。东圣路易的案例显示，一旦城市陷入衰败的恶性循环，要扭转局面是极其艰难的。产业的单一和消逝，种族矛盾的激化，治理的失效，让这座城市从美国梦的象征坠落为美国都市问题的警钟。4. 加里 Gary， 印第安纳州在芝加哥以东约数十公里的密歇根湖畔，坐落着一座让人唏嘘的城市加里。加里诞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工业扩张时代，它甚至可以说是一家公司为了盖工厂而定制的城市。1906年，美国钢铁公司以当时董事长艾伯特·加里的名字，命名了这座新建的钢铁城。钢铁产业就是加里的起源与生命线。随着巨大的炼钢厂投入运转，加里市蓬勃发展起来。几十年里，钢铁工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工作机会，吸引全美各地和海外的工人移民涌入。优渥的工资让许多家庭过上了中产生活，加里也成为实现美国梦的典型场所之一。20世纪中叶，加里人口迅速增加，在1960年代达到峰值，超过17万人。那时候的加里市区热闹非凡，成排的砖石建筑见证着城市的财富。商业街上，百货公司、人行天桥、剧院、影院一应俱全。加里甚至还孕育了流行文化巨星迈克·杰克森就出生于此。这位后来风靡全球的歌手，童年在加里的普通街区度过，逐渐当年城市的凝聚力与多样性。然而，如同杨斯敦的故事，钢铁荣光不再之时，加里的命运也急转直下。从70年代开始，国际钢铁竞争导致美国钢产量和利润大幅缩水，加里的炼钢厂逐步自动化或关停部分生产线，裁员接踵而至，大量工人失去了饭碗，不得不离开，另谋高就。与此同时，社会因素也加剧了加里的动荡。1960年代末，加里选出了美国历史上少数的非裔市长之一，这成为市政平权的里程碑，但也引发部分白人居民与商家对未来的不安，进一步加速了白人逃离现象。中产阶级纷纷搬离加里的郊区化和临近芝加哥郊区的竞争，让城市核心地区迅速空洞化。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加里几乎成了衰败城市的代名词，人口持续外流，城市人口如今只有不到7万人，短短几十年里蒸发了超过100万人口的一半以上。随人口而去的还有城市的税收和生气。偌大的城市留下大片空屋和荒地，许多街区房屋空置率惊人，高楼大厦长期闲置，甚至沦为破败。废墟景点，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加里的市中心、车站和剧院。这些昔日辉煌的建筑如今残破不堪，杂草丛生，经常被媒体用来当作城市颓败的象征。随着经济每况愈下，加里长期面临全美最高的失业率和贫困率之一。该市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仅为全国平均水准的一半左右，许多居民依靠政府救助艰难度日。犯罪问题也在这片贫瘠的土壤上滋长。90年代的加里曾一度是全美人均谋杀率最高的城市之一，谋杀之都的称号让外界闻之色变。虽然此后有所改善，但治安状况仍旧令人担忧。
人口减少导致的空间闲置，更给犯罪提供了隐蔽处所。对于留在家里的居民而言，生活品质与机会的缺乏常常令人心灰意冷。一些有心人尝试复兴城市，例如将靠湖的地带发展成赌场和旅游景点，引进工业遗址的文化再利用计划等等。但这些措施收效甚微，毕竟家里的问题根深蒂固，既有经济结构性的，也有社会历史遗留的。这里的故事无疑是在警示后人，一座城市不能将命运赌在单一产业上，更不能忽视族群融合与治理。从钢铁之城到铁锈之城，家里的百年变迁耐人寻味，发人深省。3. 克利夫兰 Cleveland 俄亥俄州来到五大湖区，另一座知名的老工业城市克利夫兰。我们或许听过克利夫兰这名字的多种含义，有 NBA 的克利夫兰骑士队，有摇滚名人堂博物馆，但这座城市本身的境遇却远没有体育和音乐那般光鲜。克利夫兰坐落于伊利湖畔，曾经是美国第5大城市，以工业强势著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炼金术士们在这里创造了无数财富传奇，标准石油的洛克斐勒，汽车零件业的杜拉姆，这些实业巨头都曾在克利夫兰发家。当时克利夫兰拥有庞大的制造业基础，钢铁、汽车、机械、化工等等各类工厂星罗棋布的分布在河岸和城郊，凭借伊利湖的水运和运河、铁路网络，克利夫兰成为全国的工业和交通枢纽城市之一。繁华时期的克利夫兰人口在1950年高达约94万人，经济实力雄厚，被誉为森林城和第6城，当时全美排名第6。宽阔的大道两旁是宏伟的市政厅、图书馆和金融大楼，社区里则矗立着教堂和学校。那是一幅自信且欣欣向荣的城市画卷。然而，克利夫兰也没能逃脱老工业城市的宿命。战后，美国的产业转移和郊区化让克利夫兰逐渐步入艰难时刻。城市白人中产阶级外流，同时南方的非裔人口大量迁入北方寻找工作，改变了城市的人口结构，住房、教育、就业等社会矛盾开始显现。1960年代后期，克利夫兰爆发种族冲突和骚乱，加剧了部分居民和企业的逃离。经济衰退更是让城市雪上加霜。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胀时期，克利夫兰的钢铁厂和重工业企业大量倒闭或者裁员，失业率飙升。随着生产凋敝，人口减少，克利夫兰市政府在1978年竟无力偿还债务，成为美国大萧条以来第一个宣告财政违约的大城市。市政财政连年赤字，最终还不起短期贷款，这在当时轰动一时。克利夫兰的困境并非昙花一现，80年代、90年代，这里依旧挣扎在转型的泥沼中。到2020年，克利夫兰人口仅剩约37万人，不到峰值的一半。大规模的人口流失导致许多原本繁华的街区变得破败冷清，不少住宅区空屋遍布，一幢幢独栋房屋被弃置后腐朽坍塌，街角商店关门，学校合并甚至关闭。克利夫兰的东区许多社区更因贫困和犯罪问题陷入恶名，房产价值几乎归零。1969年，流经克利夫兰市中心的卡雅霍加河甚至因工业废料严重而起火燃烧。这触目惊心的事件象征了城市环境与经济的双重颓败，也在全国促成了环保意识的兴起。此等情况下，湖滨之物 Mistake by the Lake 的绰号一度成为人们对克利夫兰的戏称，意指这座湖边城市的失败与没落。幸运的是，克利夫兰作为一个大都会，底蕴犹存，近年来仍在努力寻找生机。医疗与教育成为克利夫兰经济的新支柱。举世闻名的克利夫兰诊所吸引了大批医疗人才和病患资源，本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也带动知识产业的发展。此外，城市还借助体育和文化之力，篮球队的成功、摇滚乐名人堂的建设都提升了城市形象。一些曾经死气沉沉的市中心区域重现活力，新餐厅、新公寓楼出现，人们重新回到市区生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克利夫兰广大的社区依然饱受贫困折磨。根据统计，该市贫困率居全美大城市前列。
每3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对很多克利夫兰的居民而言，日常生活的挑战仍然巨大。克利夫兰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美国工业城市共同的命运轨迹，由盛而衰，再图振作。它提醒我们，繁荣与没落常相伴而生，一座城市必须不断创新与包容变革，才能避免陷入历史的沉沦。2. 弗林特 Flint 密西根州。在密西根州有一座名字听起来平平无奇的小城弗林特，但它背后承载的故事却震撼人心。弗林特素有汽车之城的摇篮之称，它是美国汽车工业巨头通用汽车 General Motors 的发源地。100多年前，汽车产业的先驱们在弗林特创立了别克和雪佛兰等品牌，最终合并成为通用汽车公司。正因如此，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弗林特都搭上了汽车繁荣的顺风车，汽车装配工厂林立，带来源源不绝的高薪工作机会。50年代到60年代，当地工人动辄能拿到优渥薪资与福利，使弗林特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典范城市之一。那时全城人口接近20万，许多家庭住在宽敞的独栋屋里，前院草坪修剪得漂漂亮亮，周末则举家去市中心购物或参加社区活动，一派欣欣向荣。然而，就如底特律、密西根州另一座汽车城的遭遇一样，弗林特的繁华建立在汽车工业独木之称之上，脆弱且危险。70年代开始，石油危机和全球竞争让美国汽车业走下坡路，通用汽车等公司为了削减成本，陆续关闭弗林特的工厂，将产能外移他州甚至海外。此举无异于抽走了弗林特的命脉，数以万计的汽车工人遭遇裁员或买断，被迫离开家园寻找新工作。随着主要雇主的退出，当地经济迅速崩盘，商业不再繁荣，房地产价格暴跌，市政府税收锐减，人口的大量外流使弗林特在2010年代跌破10万人，只剩巅峰时期的一半左右。雪崩通常不会只下一片雪，经济萧条引发了社会问题，弗林特陷入治安恶化与公共服务崩坏的困局。到了2010年代初，该市因财政危机而被州政府接管，一系列灾难性的决策让弗林特更是苦不堪言。最臭名昭著的事件莫过于2014年的水危机。为了节省成本，应急财管团队改变了城市饮用水水源，改抽取弗林特河水供应。然而，由于水处理不当，河水中的腐蚀性物质把旧输水管线内的铅融入水中，导致自来水受到严重铅污染。居民家的水龙头流出带有异味的棕黄色混浊液体，许多人饮用后出现中毒症状，孩子们的血铅水平飙升，健康受到永久损害。干净的水都没有了，居民的信任也彻底崩塌。在资讯揭露初期，官员们一度否认问题严重性，更引发众怒。弗林特这场水危机震惊全美，成为城市管理失败和环境不公的经典案例。时至今日，弗林特的经济虽略有缓慢回升，但仍伤痕累累。水管更换工程陆续进行，可居民的心理阴影无法短时间抹去。许多人至今不敢直接饮用水龙头的水，需要依赖瓶装水。经济方面，通用汽车虽然还在附近保有少量业务，但再也提供不了往昔的就业规模。城市贫困率高企，大约有40%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下，破败的房屋、荒废的工厂遗址随处可见，犯罪问题也相伴而生。对一座只有几万户人家的城市而言，如此深重的困境令人难以想象它昔日的辉煌。弗林特的故事几乎带有悲剧色彩，一座城市，几代家庭，曾经以为抓住了美国梦，却在命运转折时刻被无情地抛下。它提醒我们，单一产业独大的城市最终可能脆弱不堪，而决策失误更会让伤口雪上加霜。从汽车之城到毒水之城，弗林特的沉沦令人痛心，也引发人们对环境正义和政府问责的深刻反思。底特律 Detroit 密西根州。压轴登场的是底特律这座名字曾经与汽车画上等号的城市，如今却常被冠以鬼城之称。底特律的兴衰史几乎就是20世纪美国工业文明的缩影。20世纪初，福特、通用、克莱斯勒3大汽车巨头先后在底特律崛起，
流水线生产和汽车工业革命在此轰轰烈烈展开。凭借汽车，底特律迅速成为全美最富庶的城市之一，汽车之都的称号响彻世界。1950年前后，底特律市内人口高达185万，为全美第5大城，都会区更是广纳无数移民涌入，希望在汽车工厂找到高薪工作。在那黄金年代，底特律的街道车水马龙，高耸入云的办公楼和宏伟典雅的公共建筑比比皆是，音乐、美术等文化也繁花似锦，灵魂音乐 Motown 就诞生于此。可以说，底特律曾经生于汽车，汽车工业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生命与荣光。然而，荣光背后也埋下隐患，种族隔阂与郊区化在繁荣表象下逐渐滋长。1967年，底特律爆发了美国史上最严重的种族骚乱之一，持续5天的骚乱造成大量伤亡和财产损失。这场事件成为城市转折点，加速了白人中产阶级向城外郊区的大逃离。巴利路成为社会经济和种族的分界线，底特律开始出现明显的空心化，市区人口减少，税收锐减，但需扶持的弱势群体比例提高，公共支出负担却不减反增。与此同时，汽车工业自身的衰退也无可避免。60年代末开始，外国汽车涌入美国市场，石油危机推高燃油价格，底特律汽车公司的销售和利润大受影响。为了节省成本，他们陆续关闭室内厂房，将生产线外迁甚至海外移转。底特律因此大规模失业，整座城市经济基础开始动摇。进入70年代和80年代，底特律的困境愈发严重，人口雪崩式下跌，汽车城变得萧条冷清。到了2010年代初，底特律市内人口跌破70万，不到巅峰时期的1/3。随处可见的是7万多栋遭遗弃的建筑物，大片大片住宅区人去楼空后成了荒野，空屋被小偷拆得只剩烧焦的空壳，犯罪率飙升，长期高居全美前列。而警力和公共服务却因财政破产而捉襟见肘，一些留守的居民甚至开玩笑说911叫了也没用，警察可能明天才来。街头灯光昏暗或干脆不亮，废弃的路灯成了鸦片瘾君子的藏身处。底特律曾经辉煌的市中心也难逃萧条命运，著名的米高梅大楼等摩天大厦先后关闭荒废。13年，底特律更因无力偿还债务而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破产案，负债累累，连退休工人养老金都濒临枯竭，许多市政资产不得不拍卖求生，甚至连底特律美术馆里的名画都被考虑拿出来换钱。看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曾经那么风光的底特律真的彻底没救了吗？其实近年来底特律也有可喜的变化，只是重生之路依旧漫长而曲折。近10多年，在州政府和企业的携手努力下，底特律市中心和少数地区开始复苏，高科技公司、年轻创业者陆续进驻市区，一些废弃摩天楼重新整修，变成公寓和办公室，体育场馆和娱乐区吸引了人潮。通用汽车的全球总部仍留在底特律市中心的复兴大厦里，象征着汽车城不灭的火种。城市犯罪率也有所下降，这些迹象令人看到希望，仿佛凤凰涅槃前的一丝光亮。但不可否认的是，底特律广袤的土地上，大片城市荒原依旧存在。在那些未受益于投资复苏的社区，贫穷与失业仍困扰着居民，教育和医疗资源匮乏。从繁华到破产，再到摸索重建，底特律的故事给所有城市敲响警钟。单一产业的繁荣或许能创造奇迹，却无法永恒。社会问题若长期被忽视，终将反噬整座城市。曾几何时，底特律代表着美国梦的巅峰，如今他努力摆脱鬼城的阴影，寻求新生。我们期待有朝一日，这座浴火重生的城市能再次崛起，用新的面貌告诉世界，哪怕曾经跌入谷底，只要决心和契机尚在，城市终有重获荣光的一天。当我们回顾这10座美国城市的兴衰故事，可以发现一些共通的主题：产业的兴替、人口的迁移、政策的影响、社会的变革，凡此种种交织在一起，决定了一座城市的命运。
曾经繁华如极乐，亦有倾颓若鬼域。这些城市的沉沦并非美国所独有，而是工业化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辉煌时刻，如果不未雨绸缪，多元发展，在危机出现时，如果缺乏应对智慧，忽视社会民生，那么繁华也许转瞬成空。不论是资源浩劫的小镇，产业单一的城市，还是决策失误的，都是前车之鉴。然而，城市的故事从不以衰败为终章。我们也看到一些地方正在探索新的出路，尝试创新，重塑形象。或许有一天，这些昔日的鬼城能够重现人烟腐臭、生机盎然的景象。而在那之前，他们的故事将长久地提醒着世人，城市犹如生命体，需要持续进化与调试。只有居安思危，与时俱进，方能避免繁华转瞬成为历史的尘埃。让我们以敬畏与同理心汲取这些城市的教训，期盼未来少一些鬼城，多一些长青永续的繁荣都市。